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关于胰腺癌早期发现的重要初期症状和预防方法。在21世纪的今天，常见的癌症包括女性的乳腺癌和男性的前列腺癌。这些癌症的发病率虽然很高，但由于筛查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技术的发展，它们已经不再是致命的疾病。然而，即使现代医学如此发达，仍然存在一种治疗极其困难的癌症，一旦发病就几乎无药可救，那就是胰腺癌。胰腺癌因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去世而广为人知。在癌症诊断后5年内存活的患者比例中，胰腺癌位居最下位，5年生存率仅约为5%。也就是说，95%的胰腺癌患者会在5年内去世。由于胰腺癌在早期阶段就会向淋巴结转移，即使进行外科切除手术，也有约70%的复发率。因此，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胰腺癌的侵害，预防和早期发现是不可或缺的。与人体的胃和肠不同，胰腺是一个较为隐蔽的器官，位于身体的深处，因此被称为沉默的器官。正因如此，胰腺癌在早期很难有自觉症状，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虽然胰腺是沉默的器官，但它在我们的健康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进食后分泌的胰岛素能够降低血糖，这种激素实际上是由胰腺中的胰岛细胞分泌的。众所周知，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不能正常作用引起的疾病，这足以证明胰腺的重要性。除了胰岛素以外，胰腺还分泌升高血糖的激素。此外，大家知道胃是酸性的，食物中还有各种细菌。为了杀菌，胃保持强酸性。然而，如果通过胃的食物仍是酸性的，会损伤我们的小肠和大肠，因此需要用碱来中和。而这个中和过程就是由胰腺完成的。胰腺分泌碳酸氢盐来中和酸性。胰腺还分泌各种消化酶，包括分解碳水化合物的淀粉酶、分解蛋白质的胰凝乳蛋白酶和分解脂肪的脂肪酶等。尽管胰腺是一个较为隐蔽的器官，但它的作用极其重要。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下胰腺癌。胰腺癌是发生在胰腺上的癌症。为了早期发现胰腺癌，请务必不要忽视以下5个胰腺癌的初期症状：1. 黄疸；2. 体重减轻；3. 消化不良；4. 腹痛和背痛；5. 糖尿病恶化。接下来让我逐一解释一下这些初期症状。首先是第一个初期症状，黄疸。胰腺癌早期发现的第一个重要信号是黄疸。黄疸是指皮肤和眼白变黄。由于我们亚洲人被称为黄色人种，很多人的皮肤本来就带有黄色，因此皮肤上的黄疸不容易被察觉，但眼白的黄疸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黄疸还可能伴有皮肤瘙痒。胰腺附近有一个叫胆囊的器官，胆囊负责将肝脏产生的胆汁排入12指肠，胆汁通过胆管排出。但如果胰腺癌导致肿瘤增大，压迫胆管，胆汁就无法排出。胆汁中含有一种叫做胆红素的色素，不能排出的胆红素会渗入血液，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全身，使全身变黄。黄疸的早期症状还包括尿液颜色变深，尿液变深也可能是膀胱炎或肾病的征兆，因此一旦发现尿液异常，应尽早去医院检查。接下来是第2个初期症状，体重减轻。患癌后通常体重都会下降。癌细胞是一种失去了细胞分裂控制的细胞，会无限制的增殖，就像花园里的杂草一样。癌细胞会吸收周围的营养，导致其他正常组织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导致体重的减轻。此外，胰腺周围密集着胃和肠等器官，胰腺癌肿大会压迫周围的器官，导致食欲减退，这也是体重减轻的原因之一。即使有食欲，胰腺癌也会影响各种消化液的分泌，削弱消化吸收的能力，导致体重的减轻。因此，即使您在正常吃东西，但体重仍在不断减轻。
不要以为这是幸运的减肥，而是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问题。接下来是第3个初期症状：消化不良。由于胰腺癌阻碍了胰腺消化液的分泌，从而会导致消化不良。此外，前面提到的胆红素不仅仅是排泄，还负责脂肪乳化和蛋白质分解等重要功能。胰腺癌肿大会压迫胆管，导致胆汁分泌困难，进而引发脂肪和蛋白质的消化不良。接下来是第4个初期症状：腹痛和背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准确指出胰腺在体内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困难。胰腺是位于腹膜后器官之一，因此它比您想象的更靠近背部。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胰腺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因此胰腺本身很少会引起疼痛。然而，当胰腺因癌症而肿大时，它可能会压迫位于脊柱周围的神经束，导致背部的疼痛。另一方面，胰腺癌也可能引起腹痛。当胰腺癌压迫胆管时，它也可能阻塞胰管，导致胰液无法排出。这样一来，胰管内部的压力会升高，引发胰管和胰腺的炎症。这种情况会导致腹痛，有时还会伴随着发热。这种胰腺炎即使在肿瘤较小时也会发生，因此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接下来是第5个初期症状：糖尿病恶化。胰腺癌的最后一个信号是糖尿病的恶化。正如前面提到的，胰腺是唯一能产生和分泌胰岛素的器官，而胰岛素是唯一能够降低血糖的激素。尽管人类有很多能升高血糖的激素，但只有胰岛素能降低血糖。因此，如果胰腺癌影响了胰岛素的分泌，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会突然变得不稳定。即使您现在没有糖尿病，也不能掉以轻心。胰腺癌导致的胰岛素分泌障碍也会引发健康人的血糖问题，迅速导致糖尿病。因此，如果您从未有过糖尿病症状，却突然被诊断为糖尿病，务必要警惕胰腺癌的可能性。内分泌科医生虽然能治疗糖尿病，但往往不是胰腺癌的专家，因此可以考虑向消化内科医生寻求第2意见。即使您能通过以上5个初期症状，早期发现胰腺癌，治疗依然非常困难。由于胰腺位于腹膜后，开腹手术难度极大，只有少数医生擅长这类手术。即使进行了外科切除，现在通常也会进行术后辅助治疗，比如化疗。然而，化疗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副作用。此外，由于胰腺位于体内深处，确诊胰腺癌的检查也非常困难，特别是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ERCP） 检查风险很高。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急性胰腺炎、胆管炎、消化道穿孔和出血。因此，作为患者，尽量避免手术、化疗和高风险的检查是很自然的想法。胰腺癌和其他癌症一样，有许多可以立即开始的预防方法。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其中特别重要的4种预防方法。这4种预防方法是：1. 戒烟； 2. 适度饮酒； 3. 均衡饮食； 4. 适度的运动。首先是第1个预防方法：戒烟。许多人认为吸烟只与肺癌有关，但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戒烟不仅对预防肺癌、口腔癌、喉癌、食道癌和胃癌等与烟雾直接接触的癌症有效，对膀胱癌、子宫颈癌以及胰腺癌的预防也有帮助。吸烟者的寿命比从不吸烟的人平均要短10年。此外，吸烟不仅对自己有害，还会通过二手烟对周围的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即使您现在还在吸烟，如果立即戒烟的话，仍然有可能避免这些风险。研究表明，如果在35岁之前戒烟，可以完全避免因吸烟引起的死亡风险。即使超过了35岁，戒烟也能显著降低死亡的风险。吸烟百害而无一利，戒烟不仅能带来身体健康，还能提升我们的心理状态，提高睡眠质量，让头脑更加清晰。如果您是吸烟者，请您从现在起就开始戒烟，重拾美好的生活。而对于非吸烟者，保持健康的关键是避免接触他人的二手烟，并积极帮助身边吸烟的亲朋好友戒烟。
接下来是第二个预防方法，适度饮酒。和许多其他癌症一样，胰腺癌的具体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但有证据表明，糖尿病和慢性胰腺炎等胰腺疾病会增加胰腺癌的风险。慢性胰腺炎主要是由长期饮酒引起的，会导致胰腺的钙化等变化，逐渐降低胰腺的功能。慢性胰腺炎患者中，70%是长期饮酒者，80%是吸烟者。与吸烟不同，适度饮酒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但过量饮酒不仅会导致胰腺炎，还会引发肝脏等疾病，因此饮酒一定要适量。接下来是第三个预防方法，均衡饮食。均衡的饮食不仅对胰腺癌的预防有益，对整体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以减少肉类摄入、增加蔬菜为主的饮食，被认为对预防癌症是有效的。蘑菇类食物有助于降低癌症的风险，南瓜和番茄等蔬菜可以减少氧化应激，防止细胞的老化。接下来是第四个预防方法，适度的运动。糖尿病是胰腺癌的风险因素之一，特别是由生活习惯引起的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主要风险因素就是肥胖，肥胖会导致高血压、脂质异常等疾病，使全身细胞的胰岛素抵抗性增加，最终会导致胰岛素功能失调。由于亚洲人胰岛素分泌量本来就比欧美人少，即使不是很胖，也有可能患上糖尿病。防止肥胖的关键只有一个，那就是适度的运动。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的，仅仅控制卡路里的摄入毫无意义，关键在于均衡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这是保持健康的唯一的成功方法。以上就是胰腺癌的4大预防方法，每一种都可以立即实践。胰腺癌具有较高的遗传性，如果你有家族史，就需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有肥胖、饮酒或吸烟的习惯，为了未来的健康，请立即开始实践今天介绍的这4种预防方法。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